魏无羡，我请你喝饮料，奶茶随便加料，双份奥利奥，双份奶盖都行。你别记我翘课好不好？蓝忘机，不行。魏无羡，你先别急着否定嘛，昨天你交代的报告我可是连夜赶工写完了。你看，他敲了一下笔电键盘，解开锁屏，屏幕显示出了一份足足20页的文档，图文并茂，才接着说，这是我酝酿了好久的一个新课题。上次跟姜老师提过2句，姜老师也很感兴趣，之后我一直在陆陆续续查资料，正好趁这次机会正式提交上去，虽然还只是份初稿，但一动笔还是不小心写多了。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肯定不能错过上午的课呀。一提到正事，蓝忘机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。他弯下腰，修长的手指接管了鼠标，点选文件，展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瞬，魏无羡脑海里闪过的竟是梦境版蓝忘机织布的画面，一点也不违和，反而很好看。听说手指长的人那个啥也很长。这个念头一起，魏无羡忍不住当了3秒钟的叮当猫。也许是观察角度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布料的问题。总之，熨烫笔挺的西装长裤上根本看不出半点端倪。但毫无缘由盯那个地方也太失礼了。魏无羡一回过神，立刻不太自然地移开了视线。好在蓝忘机专注于浏览报告，没注意到魏无羡的异样。只是文档才翻了3两页，蓝忘机就忍不住替他改了好几个错字，道：“给我一份电子档。”魏无羡，不打印吗？蓝忘机，错字太多。魏无羡嬉皮笑脸道：“这熬到凌晨呢，好容易赶完，还没来得及修错字。你看，全班交上来的报告也才这么薄薄一摞，我这一份的量足够顶3、5份了吧？我这么认真的配合你工作，给个面子，再宽裕一会，让我修错字呗。”他没意识到蓝忘机要电子档的潜台词是要帮他修错别字，当然，就算他意识到了，也未必会真的让蓝忘机帮忙修。毕竟这是他想做的课题，如果研一没得到批准，那就等研2、研3再提申请，或者干脆带回10做。出于这个原因，他是尽量不打算让第2个人经手的。蓝忘机沉吟一下，并不坚持，而是道：“去研究室修。”研究室在江丰眠教授的办公室隔壁，占了小半层，十分宽敞，不仅有小会议室和讨论间，配了给2台助理的共用电脑，可以直连学校图书馆，还有打印机，查资料、印东西都很方便。魏无羡虽然才刚刚研1，但他是江丰眠的特招生，1个月总要去研究室报到个3、5回，连门卫都混认识了，熟得很。于是他迅速抄起 U 盘色兜里，欣然应允：“好啊，走啊。”魏无羡头18年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，自从碰上蓝忘机之后，每每总能掀起点小波澜，蹦出点小火花。但又不是惺惺相惜、臭味相投的波澜和火花，而是时而像小羽毛，让人抓耳挠腮的发痒，又挠不对地方；时而像小针，猝不及防扎一下，入肉不深，但是难受。换个经历坎坷一点，或者成熟一点的其他人，也许挥挥手根本不在意，可偏偏魏无羡的人生太顺遂了，又年轻气盛，这些鸡零狗碎就越来越显眼了。他饿着肚子在电脑前奋笔疾书，准确一点是奋力打字，一心二用地想着，我到底为什么这么拼？以前干论文、做课题，甚至替人算个小数据，要么有好看的小姐姐端水喂饭，要么就是写完有丰厚奖励等着。可怎么一到蓝忘机这儿，为了赌气充面子，不止把压箱底的课题掏出来写，还窝在这没酬劳没奖励的杀风景研究室卖血卖肾呕心沥血。他偷眼瞅一下隔壁，那里蓝忘机照例正襟危坐，一丝不苟，正拿着一支红笔改论文。说是改也不完全准确，他只是把论文分类，标出粗筛的类别罢了。偶尔写几笔建议合格、建议优秀、值得再审什么的评语。深色的笔杆越发衬的这个人皮肤白得像瓷，乌黑的短发又将眉眼衬得格外清楚，浓而翘的睫毛因为垂眸而落下一小片阴影，仿佛轻语一下又一下，又挠得魏无羡心里一阵阵痒。好吧，改掉一条，并不杀风景，至少有个美人作陪，还是个大美人。只可惜美人的性别不对，还很可能对自己意图不轨。魏无羡咕咚咕咚灌下去大半杯水，趴倒，嚎叫：“啊呀呀呀呀！”
蓝忘机不为所动。魏无羡心道，这早都过12点了，蓝忘机难道真是台机器，不食人间烟火的吗？一想到吃，魏无羡肚子立刻开始抗议，咕噜噜响了好几声，他饿得头昏眼花，又嚎啊呀呀呀啊呀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挨过饿，我要抗议，我要罢工，我要吃饭啊呀呀呀啊呀，我还要尿尿。蓝忘机仍旧不理。魏无羡啊呀呀呀啊呀呀呀，蓝忘机，蓝学长，蓝二，蓝助教，我要。蓝忘机抬头冷淡道，要去就快去。魏无羡蹭得起来就往外冲。蓝忘机又补了一句，下午2点，过期不候。魏无羡本想趁机溜掉，吃完饭回宿舍改，反正他下午没有课，于是像脱缰的野驴似的猛往外窜。可人还没走出去，就听到死线时间，只好羞绿绿跳进洗手间放完水再冲刺回来，咚的一拳扣在蓝忘机正翻的一页论文上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”蓝忘机这次连头也没抬起来，从魏无羡拳头下面抽出新的一份，继续看。魏无羡心里忍不住嘀咕：蓝忘机怎么这么淡定？故事里不是都这么写吗？被捉东的人应该羞涩紧张，再抬起头。这个角度刚刚好是适合被亲吻的距离。当然，我肯定不是想亲他，但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说好的成就感呢？这不是让我很没有面子？不行不行，再努力一下试试。于是魏无羡微微弯下腰，挨近蓝忘机的耳朵，道：“我好饿呀，我一饿就低血糖，一低血糖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”作为被暗恋的一方，自认为刻意用撒娇的口吻太越线，毕竟他根本没有接受对方的打算。为了争取吃午饭的福利，他肯勉为其难，贴着耳朵说话已经足够暧昧了，哪怕只用最普通的语气，杀伤力也绝对不会小吧。然而蓝忘机依旧目不斜视，迅速写完一句简短的评语之后，才总算开了口，道：“外卖快到了。”魏无羡下意识问：“外卖？什么外卖？”蓝忘机：潇湘居。潇湘居，菜如其名，主打湘菜，以浓油重辣，在小清新风格为主的一众学区饭店里，拼杀一片别样天地，也吸引了一批爱好辣口的死忠。缺点是价格很不亲民，离魏无羡日常活动的校区也远，点个外卖往往要等个把小时。要不是这样，他绝对一天3餐潇湘居。于是魏无羡立刻欢呼了一嗓子，道：“太棒了！什么时候点的？他家送餐一向很慢的。”蓝忘机：去找你之前。魏无羡：嗷，那最晚一点也该到了，早点说你点了外卖嘛，我还以为这是要虐待童工呢。他比了个十分不规范的举手礼，2点的死线是吧？保证按时完成学长布置的任务。幸亏没走，不然亏大了，这都多久没碰着辣了，嘴巴快淡出鸟。魏无羡口水泛滥，没注意手背上挨了一下，是笔杆敲的。他这才意识到手压着待批报告上碍事，连忙收回来，逃回自己的位子上，道：“那我开工啦。”蓝忘机：